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脂肪肝可以说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肝病，很多人做完体检都会发现自己有脂肪肝的问题。我国成人脂肪肝患病率达到了 12.5% 到 35.4%， 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。白领中的脂肪肝比例已经超过了 20%， 但脂肪肝初期一般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，自我难以察觉，知晓率却仅有 17%。脂肪肝不控制，当心肝硬化、肝癌。脂肪肝在早期没有出现肝功能损害时，称为单纯性的脂肪肝。若是置之不理，那么随着肝脏的脂肪堆积增多，或者是时间持续，或会发展成为脂肪性的肝炎。这是因为肝脏中的脂肪细胞会释放类似荷尔蒙的物质，这物质会让肝脏一直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，时间长了，肝脏会产生疤痕，容易引起肝硬化，在肝硬化之后会容易发展成为肝癌。而且大部分患有脂肪肝的人可能本身还兼具患有其他疾病，像是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尿酸血症等，种种的因素也极大地增加了患上头号杀手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此别再把脂肪肝不当一回事了，从现在开始正视脂肪肝这一个问题，尽早的遏制住它。脂肪肝可以逆转的吗？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有脂肪肝，都是去做健康检查，因为肝脏其实没有神经嘛，所以其实很难有症状去发现的。至于说脂肪肝有没有机会逆转，那要取决你的脂肪肝到什么程度了。脂肪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光谱，从一个健康的肝脏开始逐渐的堆积脂肪，产生非酒精性的脂肪肝。一般单纯的轻中度的脂肪肝是可逆的，这类脂肪肝都是由肥胖、酗酒、高脂肪所引起的，通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并配合饮食、运动来进行控制，都是可以逆转的。如果脂肪肝的患者不积极的配合治疗，发展到了肝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，那么病情就不可逆转了。脂肪肝的高风险族群。脂肪肝的高风险族群包括糖尿病、肥胖、过度饮酒、高脂饮食、少运动、慢性肝病以及中老年内分泌失调者。虽然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主要病因之一，但这并非说瘦脂就不会得到脂肪肝。专家指出，因为肝脏是人体的营养化工厂，平时会把吃进去的各种营养物质转变成为各类的蛋白质、脂肪和葡萄糖。当这种动态平衡被打破后，脂肪肝就会出现，不仅仅局限于外观看起来肥胖或者是瘦小这种单一的考量因素。还有研究发现，胰岛素阻抗跟脂肪肝有非常大的关联性，这个部分其实做的研究是非常多的。在美国就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计划，那他们就发现在胰岛素阻抗的人身上，有脂肪肝的比例是非常高的。同样的，也有研究就是请有脂肪肝的人去抽血，去看看他们胰岛素阻抗，发现有脂肪肝的人也有非常高比例的胰岛素阻抗，甚至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。所以甚至有科学家有一个论点认为，其实脂肪肝就是胰岛素阻抗在肝脏的表现。脂肪肝无明显症状，腹部超音波可诊断。临床上大部分的脂肪肝患者没有明显的症状，也不会有任何不适，但有些人会觉得疲倦、右上腹饱胀或者是疼痛。抽血检查可能会发现肝功能指数升高。若要早期的发现脂肪肝，除了抽血检验肝功能、血脂肪外，最佳最方便的方式是通过非侵袭性的腹部超音波做诊断。不用药物逆转脂肪肝的秘诀。脂肪肝是一种可逆性的疾病，现在医学上并没有能够完全治疗脂肪肝的药物，但是脂肪肝可以通过改善生活的习惯、饮食方式来治好。如下方法可以帮助你逆转脂肪肝。这样走路可以走掉脂肪肝。有研究表明，坚持合理的运动可以明显地降低脂肪肝的发病率，以及阻止脂肪肝病情的进展。而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说，
走路就是最好的运动方式。虽然说走路可以走掉脂肪肝，但是脂肪肝的患者也不能随便走，走路锻炼也有一定的要求。那么怎么走才能够走掉脂肪肝呢？一般来说，脂肪肝患者的走路强度应以中低度为主，同时运动的时间不能太短。也就是说，脂肪肝患者在进行走路锻炼时，走路的幅度要大，以及上臂的摆动幅度也要大。建议患者每次走路以健步走、大步走或者是走跑的交替结合。在走路时，大家要注意抬头挺胸大步走，将胳膊摆直，尽可能的将步子迈大一点。在这个走路的过程中，也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呼吸。如果是年纪比较大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脂肪肝患者，可以在自身情况允许的条件下，选择合适的走路方式和幅度。除了走路的方式需要注意外，脂肪肝患者走路走多久也有要求。如果从按照中低度的走路强度来看，前20分钟只会消耗肌肉中的糖原，20分钟之后才逐渐的开始消耗脂肪。因此，如果想达到走路来赶走脂肪肝，那就要坚持20分钟以上的中低强度的走路量。但不建议脂肪肝患者在饭后立即的走路锻炼，因为这会增加肠胃消化的负担，从而导致肠胃道出现问题。最好是在饭后休息一会儿，等身体消化的差不多才出去走路锻炼。2. 调整饮食习惯，千万不要以为少吃高脂肪食物就可以逆转脂肪肝，还要注意不要过量的喝酒，不要吃过多的淀粉，少吃油炸物。此外，尽量的避免吃甜点零食，睡前不宜吃宵夜。在很多人的错误认知中，总觉得脂肪肝是胖子的专利，然而事实是，瘦子也可能成为脂肪肝的幸运宠儿。现在不少女性为了追求纤细身材而节食减肥，这种做法只会打破体内的营养素的平衡，引起脂肪代谢障碍，最后有可能也会导致脂肪变性。肥胖的脂肪肝患者应多吃膳食纤维、富含维生素类的食物，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类的摄入，同时避开油腻的食物，做到低盐低脂饮食。过度减肥而出脂肪肝的患者，饮食上应该保证各类营养素的均衡摄入，包括蛋白质、维生素、脂肪等等。喝酒喝出的酒精性脂肪肝患者，就要尽量少饮酒或者是直接的戒酒，多摄入白开水、淡茶等的健康饮品。3. 喝抹茶，逆转脂肪肝，喝抹茶或许是最简单的方式。周忠汉中医师分享了自己父亲也曾是脂肪肝患者，没有刻意的减重，却在连喝半年日式的抹茶后，检查发现脂肪肝不见了。周忠汉中医师指出，抹茶中的绿茶素可以提高肝脏中解毒酵素的活性，消除肝细胞内所堆积的油包。建议可以在早午餐饭后半小时喝适量约300cc， 有助于降低脂肪的囤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抹茶不宜空腹喝，以免伤胃，也不可在晚上饮用，以免影响睡眠。购买抹茶时需要注意脓残留的问题。另外，绿茶具有抗凝血的作用，平时有服用阿司匹林药物防血栓，开刀前或者是伤口不易凝血的人都应该避免同时的使用。脂肪肝本身并不可怕，它是一种警讯，需要找到造成的原因，然后针对原因改善。可怕的是，如果一直的不理它，后果就可能是肝硬化、肝癌、中风、心肌梗塞等并发症的出现。从以上方法着手去改变，逆转脂肪肝并不难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